二重生也叫伟人，是一种伪装成人类的模样但用漏洞百出的危险生物。关于它的来历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伟人是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灵体，也有人说伟人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自己。虽然伟人都在尽力隐藏自身，可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，诡异的模样令人恐惧。看完本期伟人暴露踪迹的离奇故事后，请你也要警惕潜伏在你身边的伟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鱼，欢迎来到看故事时间。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，这里收录了各种各样离奇的都市传说。接下来的故事叫做二重生，二重生呢也是伟人的一种称呼啊，所以说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伟人的嘛。二重生啊，伟人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面吗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还在读大学，我在外省读书，离家很远，除寒暑假外很少回家。那年国庆有朋友约了我，我便回了家。9月30号下午坐飞机到家时，母亲吓了一跳，问我怎么突然回来了。我如实告诉了她，父亲在我小学时就因病去世了，家里除了母亲还有一个大我1岁的哥哥。哥哥也在外省读书，和我一样，除寒暑假外很少回家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年国庆我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，除了和许久未见的朋友见了一面，其余时间我都待在家里。哦，回家了。转眼间到了10月6号，那天早上我睡过了头。手机铃声响了，谁给我打电话了？上午10点半左右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，我迷迷糊糊地接了通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。母亲说：“阿紫，你现在有空下楼帮我提下东西吗？我不小心买多了。”我家住6楼，是几十年前的老式居民楼，没有电梯的，一个人提着一大堆东西爬上6楼实在是很辛苦啊。我让母亲在楼下稍等会儿，我便挂了电话。随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换好衣服走到客厅，看见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母亲不在楼下吗？母亲说：“你可算起床了，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你穿成这样是想去哪儿啊？”所以说母亲有一个二重生，有一个母亲的伟人。母亲的语气带着几分嫌弃，像是看不惯我睡这么晚。可我压根想不通，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从我接到她的电话时算起，才过去1分钟左右啊！难道是她等的不耐烦自己上来了吗？我越想越糊涂，于是开口就问她了：“你买的东西呢？你不是想让我下楼帮你拿吗？”母亲皱起了眉头，满脸疑惑：“什么东西啊？我没买东西啊！你该不会是睡傻了吧？”我把刚才接到他电话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反倒惹了他一阵嘲笑。哇，居然还有配音啊！我的天哪！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我要把这件事情发到家族群里。母亲的笑声怎么这么诡异啊？母亲笑得十分夸张，整个人仰倒在沙发上。这个紫色的人是母亲啊，我以为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呢。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，能让他笑到在沙发上打滚。我让他别再笑了，可他像中了邪一样不停地笑，仿佛完全听不见我说的话。别笑了，母亲，别笑了，母亲，笑够了没有？电话铃声又响起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来电显示正是母亲的号码。我看了一眼沙发上依旧狂笑不止的母亲，实在搞不懂她在想什么。捉弄我就这么有意思吗？喂，有什么事？你好烦啊！我故意当着她的面大声说道：“你搞什么？怎么还不下来？要让我等多久啊？”2个母亲，眼前看到一个母亲，楼下有个打电话的母亲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把这个伟人母亲带到楼下，对不对？2个母亲见面，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？电话的另一头传来母亲的声音，可母亲此刻就在我身边啊，笑个不停。哇，这噩梦了吧？不会是做噩梦了吧？我既没看见她拿手机，也没听见她开口，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。
哦，做梦了，做噩梦了。母亲笑得越来越诡异了。有这样笑的吗？母亲的笑声越来越诡异，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笑过。她的样子看得我毛骨悚然。你到底下不下来呀？电话的另一头再次传来母亲催促的声音。啊，我马上下来。我几乎条件反射的答道，不管是不是在做梦，那一刻我只想快点离开客厅。我一路小跑着下楼，直到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坐在沙发上的母亲仍旧狂笑不止。哇，果然，我确信了自己是在做梦。当我下到1楼时，母亲正提着一堆东西在等我。你总算下来了，我都等了你快10分钟了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把东西塞到我手上，说都是和朋友旅游时买的。国庆这几天，她跟朋友去了外地。她的话我左耳进右耳出，根本没听进去几句。回到家时，家里空无一人了，那个伟人母亲不在了。我已经彻底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心里想着，反正是个梦，因此也没再多问。看来我们这个主人公做的是清醒梦啊，知道自己在做梦吗？那赶紧醒来啊！随着母亲那恐怖笑声渐渐在我心中远去，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。隔天我便回了学校，之后日复一日的生活，直到毕业工作。然而这个梦始终没有醒来的迹象。按照母亲的说法，那年的国庆，她和朋友一起去了外省。她拿出了完整的旅行记录、机票、酒店订单、商场发票、水族馆门票等等，这些证据都能证明那年国庆她确实在外地。也就是说，那段时间真正在家的只有我一个人。那跟我一起生活的从来都是伟人母亲啊！所以打电话下楼的那个时候，是母亲刚好从外地旅游回来的。我曾把这段离奇的经历讲给许多人听，他们大多都给了相同的结论。那几日的经历其实是我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，梦里我与母亲在家中度过了6天的时间，而这个梦的终点正是母亲回来的时候。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听上去还算合理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通。我平时很少回家，那年国庆也没提前跟她说我要回来。那么母亲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？对呀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这什么情况？酒店的房间里，暗黄色的床头灯下，5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。阿良望着打乱的纸牌发愣，实在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今天是大学社团旅行团建的最后一天，再过7个小时，大家都要乘动车返程了。这个2重生的大故事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小故事吗？阿良看了看手机，现在确实该睡觉了，可其他人4人显得没有散场的意思。2小时前，社团里关系要好的几位朋友聚在阿良的房间，为了打发时间便打起了牌。我安排闲聊间，咚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随口问道：话说我晚饭后去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碰到阿良了，你是去买什么吗？我都说了我要去便利店，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，不用特地跑一趟的。还没等阿良开口，南就抢先插了话：这不可能吧，阿良今晚根本就没离开过酒店啊，我们一直待在房间里。南和阿良同住一间房，他很确定阿良没外出过。肯定是你看错了，要不就是遇到和阿良长得很像的人。东挠了挠头，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没底气了，也许是我看错了吧。不过那个人的背影不但很像阿良，连衣服款式看上去都差不多。阿良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一件正反两面都印着相同动漫角色的红色 T 恤。阿良是个宅男，这件衣服还是在国外旅游时买的，很难想象会这么巧碰到同款。阿良说：你确定是和我穿一样的衣服吗？这可是魔法少女普鲁咪的限量款啊。你这么问的话，我不敢100%确定，但至少颜色是红色，而且两面都印了图案。这时一直安静听着的西忽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兴奋：东南西北都凑齐了吗？还有个北没有出现过。
说不定你没看错，在便利店出现的搞不好是阿良的二重身。在西方传说里，二重身指的是和活人长得一模一样的灵体突然出现在现实世界，是一种超自然现象。有一种说法是只有二重身的本人能够看见他，但也有人说朋友和家人也能看见。我也有我的二重身，你们也有你们的二重身，也有可能现在录视频的我就是二重身在录的，哈哈。二重身的出现是死亡的预兆，会给本人带来不幸和灾难。阿良听完西的话，脸色瞬间惨白。我们不继续打牌了吗？不然的话，我先睡了。既然时间还早，不如别打牌了，我们来分享各自听过的恐怖故事吧。哦，可以呀，正好我也玩腻了。我同意，听起来有意思的，很有团建的哇。东南西三人不约而同的看向阿良，还有一直沉默的北。哦，真的有北啊，他只是一直不讲话。阿良一下子慌了，他完全没有料到话题会突然转到这上面。北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本以为北会站在自己这边，可北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不对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突然就要分享恐怖故事了呢？这是社团的传统，你不知道吗？东说的信誓旦旦，那自信的样子仿佛真的有这么个传统。学长告诉我，每次团建的晚上都要分享恐怖故事，这是社团的规定啊。阿良最害怕的就是恐怖的东西，小时候只要看到恐怖电影，晚上总会失眠，即便长大成人，这个毛病也一直没能克服。就这样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故事分享会在酒店房间里正式开始了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是平板吗？然后有一个桌子，还有一张椅子。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那2年。那段时间学生都居家上课，大多数学校都采用了网课的形式。从高一下学期开始，我们班就用线上会议软件在家上网课。刚开始还有人觉得不用去学校很开心，可渐渐的就没人再提这件事情了。大家很快发现上网课的日子比想象中痛苦，网课非但没减轻学习压力，反而比在学校上课更累。课程安排的最满的时候，我们从早上7点一直上到晚上10点，实在太不合理了，几乎所有人都这么想。可就算向学校反映，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善，学生只能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下去。长时间上网课本就让人身心俱疲，要是再遇上爱拖堂的老师，就更让人烦躁了。哦，什么声音？手机铃声吗？哦，这是聊天群啊！我的天啊，怎么会有老师拉学生上网课后反而自己不见了啊？老师出现了伟人吗？真服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个老东西？哎，我宁愿多上2节课，也不想上他的课。不出所料，群里人又开始抱怨了。这个群算上我，一共14个人，全是同班同学。他到底还要搞多久啊？都已经超过15分钟了吧？是不是肚子疼去拉屎了？就算拉屎也太久了吧？拉屎拉15分钟啊！突然想到，他该不会要把这些时间全部都算上我们的头上吧？哇哦，拖堂了！我现在开始收集证据，早晚有一天要写匿名信举报他。教化学的马老师在学生里口碑极差，他总爱拖堂，说话口齿不清，还经常无缘无故对学生发火。高一上学期，班里有个女生把作业忘在了家里，为了按时交作业，她临时抄了一份，结果被马老师发现了。马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她狠狠骂了一顿，负责受罪的我也跟着受了牵连。即便那个女生哭着道了歉，马老师还是把她的家长叫到了学校。从那以后，很多同学都对马老师心生不满，大家都觉得他根本没必要把事情闹到这么大，好像看到有人说他家的网络出现了问题了。无语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怪不得都40多了还没结婚，上个网都上不明白。听说他到前几年为止还跟父母住一起，后面因为跟父母吵了一架，才搬出来一个人住的。哇哦，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哪来的消息啊？不敢直说，我私聊发你吧。我要吃瓜，我要吃瓜。上周好像有听到他在咳嗽，该不会是被感染了吧？真的吗？那他可千万别感染我们啊！希望病毒早日能战胜它。哇哦，讲真，老妖怪能不能早点嗝屁啊？我也想问，你们也太凶了吧？这毕竟是老师啊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他现在立刻马上就出意外。你们在讨论什么时候开席的事吗？日子就定在3天后，
我先声明，到时候谁也别跟我抢，我要做小孩的桌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和校长他们坐一桌吧。你们这帮学生有时候也太恶毒了吧！突然想到，我们只是学生，应该不用随礼吧？还是提前准备一颗5块钱的红包比较好。群里满是刻薄的玩笑和恶意的话，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每次轮到马老师上课，大家都会在群里大肆的说他坏话。这种时候，我基本不会在群里发言，我对这类话题毫无兴趣。我虽然也不喜欢马老师，但无论如何，我觉得他们开的玩笑太过火了。确实啊。哦，背景音乐变得不一样了。半个小时都过去了，始终没人能联系上他。可是网课依旧，老师不在了，老师去哪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？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，系统提示马老师进入了会议房间。哎，哦，我正想说呢，网课难道都是语音吗？应该是开视频才对啊。没错，你看这马老师是个胖子啊。大家翻开化学课本的第30页，伟人马老师来了。我们今天要上的内容是……我们都以为他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让大家等了那么久，谁知道他一上来就开始直接抢课。那天他的网络信号特别不稳定，画面卡顿，声音也断断续续，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。而且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，他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完全听不懂啊！不出所料，群里再次炸开了锅啊！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他今天心情很不错啊？所以伟人全都是面带微笑的吗？全都在笑。我真的不知道伟人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，每一个伟人都在笑，是病成的人真的很好笑吗？难道没有一个伟人是痛苦的吗？所有的伟人都是在露出诡异的笑容。对，感觉他今天特别开心，一直在笑。他到底在笑什么啊？好恶心啊！没错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他平时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，我从没见过他笑着上课。或许是他很少见到他笑的缘故，我总觉得他的笑容格外僵硬，很不自然。他今天能这么开心，能让我们早点下课吗？你在做梦吧！如果他心情好的话，会多给我们上10分钟的。救命！不要啊！他脸色看起来是不是有些怪怪的？估计是美颜开过头了吧？滤镜开错了吧？脸色都发青了，看起来像死人一样。话说，他是不是还没发现自己的网络有问题啊？感觉是啊。我服了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那就别提醒他，继续看他出丑吧。好吧，那就都别说。20分钟过去了，早就过了下课时间。马老师丝毫没有要下课的意思，伟人不知道下课的，因为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大家只能装作在认真听课。我们把氧化锌加入水中。阿爸，他到底在说什么鬼啊？我要笑吐了。看着群里这些毫无意义的闲聊，我忍不住深深叹了一口气。说实话，我的耐心早就到了极限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就在我准备打开麦克风提醒马老师网络有问题时，一只手突然从我身后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谁？哦，谁呀？哎，对了，我上网课为什么连灯都不开啊？乌漆嘛黑的。叫我别出声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谁在跟我讲话？难道是真正的马老师来到了我的背后吗？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家人说我晕倒后昏睡了整整1天。后来我得知了2件无比诡异的事情。第一件事，那天给我们上网课的到底是谁？马老师的尸体在他的住处被发现时，已经死亡至少5天了。细思极恐啊！我的天哪！学校领导联系不上他，才派人去他住处看看。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根本无法接受，可心里又隐隐觉得好像早有预料。马老师本身就身体不好，有高血压和心脏病，还长期抽烟酗酒。听说他是咳嗽时被食物堵住气管窒息身亡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绝不可能出现在那天下午的网课直播里。我觉得我第2个奇怪的事情是，
当时那个背后搭在我手上的那只手是谁，对不对？直到最后也没人解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网课直播里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。班里同学莫名其妙达成了一种默契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愿意提起这件事情了。第二件事情，那个群聊为什么会被解散？难道第二件事情不是那只手吗？搭在我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谁啊？后来听同学说，那天我一个人在群里自言自语，还发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内容啊，所以那些同学们的吐槽其实都是我自己发的，有让人毛骨悚然图片，还有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。大家私聊我也没回应，都以为我的电脑中了病毒。有人觉得我发的东西太吓人，就直接解散了群聊。解散群聊的第二天，群里好几个人都接连发起了高烧。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不管是恐怖片里也好，还是什么小说也好，还是这个游戏也好，为什么发生诡异的事情第二天都会莫名其妙的发高烧？这是什么必然的经历吗？知道马老师的死讯后，大家都怕得不行，觉得这是马老师的诅咒。这些事都发生在我晕倒的时候，我从头到尾都不知情。大概过了1周，学校给我们换了新的化学老师，新来的女老师和马老师完全不一样，和同学的关系十分融洽。盯着屏幕发呆时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在那场根本不存在的网课里，马老师好像一次都没眨过眼睛。哇哦，难怪那天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从录视频到现在，我也没有眨过眼睛。只是事到如今，这些事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，也不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像那天我在房间里看见马老师的幻影一样。这种事就算说出口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果然那只搭在我手上的手是马老师吗？那是我的幻觉吗？什么情况？哇，好诡异啊！我的天！这个故事讲完了，我的天呐！忘记说了，这个故事是我从舍友那里听来的，真假我也说不清。阿良不在乎故事是哪里来的，只希望这一切最好都是假的。听完东和南的恐怖故事，已经讲了2个人的故事了。第一个故事是东讲的，听完东和南讲的恐怖故事，他耳边总是围绕着诡异的笑声，脑子里也总出现身后有人的错觉。接下来轮到我了，讲故的顺序是抽签决定的，阿良排在最后，下一个轮到西。阿良也有故事吗？哇，这是一个论坛吧？这是我在某个论坛的灵异事件板块上看到的帖子。帖子热度不算低，但因为内容涉及敏感话题，没过多久就被管理员删掉了。楼主说自己是22岁，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演员，演过一些影视剧的配角。他在帖子里列了几部冷门影视剧的名字，说实话，我一部都没听过。因为楼主的 ID 里面有一个字母英文 Y， 为了方便就直接叫他 Y 吧。Y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，总在电视机前面模仿角色的动作，学着他们说话。他说能进入演艺圈全靠自己的努力。那件事发生前不久，他好不容易有机会接到一份重要的工作，出演某部电影的男2号。如果能顺利拿下这个角色，将会是他在演艺生涯里戏份最多的一次。Y 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人质疑他的演技，但不管外界怎么评价，他都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功的。可人生往往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电影试镜前3周，他突然得了面瘫。Y 在帖子里描述当时的情况：早上醒来，他觉得舌头发麻，漱口时发现嘴角合不拢，右眼没法正常闭上，嘴角下垂，连眉毛都抬不起来了。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推测可能是吹了冷风、熬夜或者是压力过大导致的。面瘫的恢复速度因人而异，完全康复通常需要1个月甚至更久。电影试镜就在3周后，我还根本等不了那么久。带着面瘫的样子肯定过不了试镜的，他必须在那之前彻底好起来。确实面瘫怎么演戏啊？为了更好的接受治疗， Y 选择了住院。住院第1周，他试过激素、针灸、按摩等各种方法，甚至还往脸上涂淤血的偏方。即便遭遇到这种倒霉事情， Y 依然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。可1周过去了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医生告诉他这属于正常现象。面瘫发作后的第1周是急性期，恢复期一般从第2周或第3周开始。Y很不解，为什么医生不提前跟他说？就算从第2周开始恢复到完全康复也需要时间啊！他忍不住担心，真的来得及吗？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他从未如此焦虑，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努力可能都将于事无补。医生也知道他心急，叮嘱他每天对着镜子做表情训练，说这样或许能加速恢复啊。Y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从那天起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表情。哇，不会练习练着把伟人给练出来了吧？他又重新燃起了康复的信心，毕竟这是他最擅长的事，只要坚持就会有回报。白天他在病房里对着小化妆镜练习，夜深人静时他会去病房走廊的尽头，那里有一面更大的镜子。哇，医生没有骗人，这个方法真的有效。我也发现镜中的自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，额头、鼻梁、嘴角的僵硬感一点点消失，表情逐渐恢复正常。对着镜子，他找回了小时候模仿电影人物的感觉，也更加坚定绝不能轻易放弃梦想。自从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做表情，面瘫恢复速度比想象中的要顺利得多，短短1周就好了90%。这个状态去参加事情已经完全没问题了。他向医生道贺，显然他没料到他能恢复得这么快。按1周前的情况，至少还要2周才能恢复到这个程度。Y 十分感谢医生，觉得全是靠医生让他坚持练习表情才好得这么快。他告诉医生，从1周前开始，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几10个小时。哇塞，真有毅力啊！当他说起为了不打扰其他病人，只在深夜去走廊的镜子前练习时，医生却一脸不解。医生说：“我怎么不记得病房走廊尽头有镜子？那里不是只有一扇窗户吗？”哦，我知道了，病房走廊尽头不是镜子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实际上是伟人在模仿本尊弄表情。哇塞，真的是细思极恐啊！Y 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怕是遇上了灵异事件。病房走廊尽头根本没有镜子，那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不至于分不清玻璃和镜子吧？直到这时他才想起，那面镜子中映着自己与平日有着微妙的差别。简而言之，那面镜子里映出的并不是镜像。难道窗户玻璃后面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在模仿他吗？从那以后，他就很害怕照镜子，总觉得镜中人不是自己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原帖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是一个很普通也不算吓人的灵异故事。在发帖子几个小时之后，可能觉得结尾不太好，Y又重新编辑了原文。他删除了自己很害怕照镜子的那段内容，改成了下面的2句话。在那之后，我顺利的通过电影试镜，工作上也变得越来越顺利。关于那面镜子的事情，我也已经不在意了。他为什么要编辑啊？被伟人给控制了吧？我也大概不知道，帖子编辑后会保留历史记录的。本来就不算恐怖的故事，改完之后变得更平淡了。怎么可能？改完之后变得更加恐怖了，我感觉。哇哦！阿良的胃开始抽搐，他被迫听完了3个最讨厌的恐怖故事。这些人该不会是故意整自己吧？阿良已经无法正常思考了。从刚才起，他就一直憋着强烈的尿意，不敢去厕所。因为一想到厕所的镜子很可能会映出鬼影，他就浑身发毛。阿良真是个胆小鬼啊！还剩2个人，接下来该轮到北了吧？我要说的故事稍微有些不同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。哇哦，就开始亲身经历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小夜市啊！事情发生在去年9月，我刚升入大学不久。那段时间，我总是晚上下课后去学校的小吃街买东西吃。从学校侧门到小吃街有2条路，一条是沿着大马路的人行道，路程稍远，但一路灯火通明；另一条要穿过学校附近的城中村小巷，距离更远。那片城中村多年前就被划入了拆迁范围，早已荒废。大概是因为小巷夜里漆黑，让人觉得不安全，所以晚上基本没人走。我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胆子比较大，早就习惯了昏暗的环境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每次都会选择走小巷。我向来不信世上有鬼怪魂魄，自然也不怕这些东西。所以第一次看到那些可疑的人影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概是哪个熟人在恶作剧吧。发生了什么？哦，哇，这个小巷，就算是胆大如肥的我也不敢走啊！我的天哪，有点可怕啊！
那是一天晚上，我在小吃街买完东西回学校的路上，城中村的小巷被自建房和围墙交错隔开，走几步路就有一个拐角。转过一个拐角时，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是谁？还真的配了脚步声吗？我的天哪！我从没在夜里的小巷遇到过其他人，不免有些好奇对方是谁。可当我回头时，身后却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没放在心上，继续往前走。当我走过下个拐角，同样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到底是谁呀？我第二次回头，还是没看到半个人影。第三个、第四个拐角处，同样的情形反复出现。我确信有人故意跟在我身后。每当我转过拐角，那人就立刻挪到我刚才经过的地方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但我当时压根没打算理他。我继续往前走，他依旧跟在身后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如影随形。赶紧跑起来啊，跑啊！我没再回头，直径走出了小巷。走到学校侧门时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小巷入口的阴影里，围墙边有个人正偷偷看着我。因为距离太远，光线又暗，我完全看不清对方的脸。如果这个人是我，我直接冲过去，怼到他的脸上，看看他到底是谁。100米冲刺啊！我心想，跟在我身后的一定是这个人吧？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聊？如果我是个柔弱的女生，或许会担心安全。可我是一个身高185的男大啊，实在想不出谁会把我当成目标，所以我猜一定是某个我认识的人想故意吓唬我。2天后，同样是晚课，我买完东西往回走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完全没料到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。不会吧，又来？到底是谁呀？我转过某个拐角时，身后传来了和2天前完全相同的脚步声。我没有理会，径直向前。脚步声的主人也像上次一样紧紧跟着。就在我继续无视转过第3个拐角时，忽然听见了一阵不同于脚步的诡异声响。什么声音？哇，我根本听不清啊！他好像在说什么话，但是我没听清。背后传来微弱的声音，夹杂着模糊的呼唤，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，果然是认识的人。到底是谁这么无聊啊？我开始在脑海中筛选出可能的人选。入学以来，我认识了不少人，班里的同学、同寝的室友、社团的学长、热心的辅导员。可仔细一想，他们当中似乎没人会开这种没品位的玩笑。我读的大学离家很远，难道这么巧遇到了以前认识的人？我一边思索一边前行，再转过拐角时，又传来了相同的声响。这一瞬，离速度那么快，我就在你后面。我听到声音，我听清了。虽然我没有听得很清楚，但我确确实实听到了一句话：我就在你后面。我的天哪，这句话我听到了，果然不是错觉，对方确实在叫我。谁呀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，可回应我的只有一片死寂。我叹了口气，继续往前。阿德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我就在这里。你害怕吗？我听到了一点点，我听到了他说快点，什么，别害怕。中间我没听清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呀！到底是谁？有毛病吧？话音刚落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怪笑。我明白了，这个人就是存心要吓我，可他没想到我根本就不怕这些。我始终坚信这世上不存在鬼怪这类超自然的东西，他越是这样捉弄我，越是恼火，打定主意非要揪出他的真面目不可。好样的，我支持你。究竟是谁？转过一个拐角后，我停下了脚步。不一会儿，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我知道他跟了上来，猛地转头看，对不对？来了！我屏住呼吸躲到墙后，算好时机，准备反吓他一跳。我猛然跳出去喊了一声，他毫无反应，反倒我自己愣住了。如果有第三者在场，那绝对会是一个十分诡异的场面。果然
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相同的脸，相同的发型，完全一样的穿着打扮，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凭空出现在小巷里，映出了我的身影。但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那根本就不是镜子，因为我绝对不可能露出那么诡异的表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母从来没跟我说过，难道我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吗？还是说我遇到了和我一样有相同基因的克隆人？比起超自然现象，我更愿意相信用科学来解释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拦住他，彻底问个明白。等我还没开口，他就跑了，他往城中村深处逃去。我立刻追了上去，对，这才是我的性格，对吧？我还以为他就愣在原地了呢，一定要追上去的呀。每到一个拐角，他都会停下张望，像是在找逃跑的路线。他跑得不算特别快，但是他的举动给我一种刻意等我追上的感觉。城中村的深处地形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，没过多久我就完全迷失了方向。如果当时就放弃追赶，或许有不一样的结果吧。难道说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？我追着他跑进了一条死胡同，把他逼到了绝路，好样的！可在那里等待我的却是某种根本不能称之为人的东西，以人类的身体绝对不可能做出那样扭曲的动作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到恐惧，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不信邪。我拼命转身逃跑，他反而追了上来，我们的角色彻底互换。不，或许从一开始我就是被狩猎的那一方。脚步声、呼唤声、怪哨声，还有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脸，全是引诱我追上去的陷阱。背后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拼尽全力奔跑，可来时的路我早已不记得了。说到这里，贝突然沉默下来，低下了头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他把故事讲完。然后呢？既然你平安回来了，那应该是甩掉他了吧？不是真的假的？真的被附身了？真可惜呀，那家伙折腾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能跑掉。我估计一定是装的，但是谁能又真正想到，也有可能是伪人装的呢？故事讲完了，聚会结束了。回家的动车上，北向阿良道了歉。他没想到自己昨天的玩笑竟然会把阿良吓晕过去。可是就像我说的，谁能又真正的知道那个玩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不过也正因如此，阿良才逃过了分享恐怖故事的环节。能晕过去实在是太好了，阿良不由得这么想。我发现不对劲后就拼命往外跑，费了好大功夫，总算是甩开了他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靠近那条小巷半步，连小吃街也很少去了。就算那天的经历不是一场梦，我也想了很久，该怎么解释那个东西？那根本就不是这个星球上应该存在的生物。我猜那是某种类似外星人的外来物种，他们会在人群里伪装成人类的样子，用各种手段引诱目标，一步步踏入陷阱。即便说了这么多，北的心里还是觉得那更可能是一场梦。阿良和社团的伙伴们在火车站分开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。走进地铁时，阿良眼前一亮，注意到前方一个让他格外在意的身影。那人身着和他一模一样的红色魔法少女普鲁蜜的限量款 T 恤。这部动画十分冷门，网上都很难碰到同号，更别说在现实里了。阿良很好奇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可地铁里人潮拥挤，即便电照张望也很难看清对方的长相。就在阿良犹豫要不要上前搭话时，忽然想起了北在动车上说的话。仔细一想，在这种地方遇到同号未免也太奇怪了。内心的恐惧瞬间压过了好奇心，要不还是打车回家吧。阿良这么想着，转身走出了地铁站。哇，结束了！阿良最后也遇到了自己的伟人啊！这个故事都是关于伟人的，每一个都细思极恐，每一个都让我带入了画面，每一个都让我脑补进去了，就像看小说一样。不错不错啊，喜欢看这种离奇的都市传说。下一个故事是我的爷爷。我的爷爷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也是有一个伟人爷爷吗？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的爷爷这个故事就下次再看吧。好吧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拜拜。